除了航母平台的建设以外，中国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1月初，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已经成功完成航母资质认证。据报道，海军此次通过航母资质认证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平均年龄才20多岁，是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中直接培养出来的，实现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认证周期最短的历史性突破。航母着舰资质认证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获得航母起降资格的重要指标，也是国际通行做法。通常，一名飞行员要完成500架次以上陆基模拟着舰和海上低高度绕舰飞行、触舰复飞、阻拦着舰、滑跃或弹射起飞等科目，并连续完成6次以上舰上起降。数据打分和舰载机着舰指挥员打分达到上舰飞行标准，才能通过航母资格认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目前，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生长培养实现了从单一的改装模式向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培养模式转变。改装模式指的是从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应变能力强的优秀陆基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人才，培养成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生长模式则是从最初的学员开始，经过初级基础训练、中高级训练和作战飞机改装训练3个阶段，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舰载机飞行员。国产航母山东舰2019年12月17号在海南三亚交付海军。这次跨区机动远海训练也可以说是服役1年后再次来到南海。那么张先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什么门道呢？那么山东舰在南海又会展开哪些演练呢？我觉得这一次跨区机动到南海进行训练它标志着我们这个国产航母山东舰它的试验性训练已经基本上完成下一步将转向这种体系作战能力提高的这种综合训练。那么这样的话，它会有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也就是说，未来在南海的训练可能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航母和它配属兵力之间的协同训练，也就是说，航母和它配属的这个驱逐舰、护卫舰以及潜艇之间的协同作战的训练再一个就是更大强度实战背景下的这种作战训练。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包括舰载机它可能会进行空中对抗的训练包括对海打击的这种训练也就是说，未来这种实战的这种背景会更强。美军不断派出舰机进入南海海域挑事，有人就提出，如果美国军舰在南海与山东舰相遇，我们将会如何处置？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张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实际上，包括航母在内我们的军舰和美国的军舰在南海相遇或者说互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稳妥的处置模式如果说就是在公海上正常的相遇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按照这个海上相遇规则或者说海上避碰规则来正确的处理，保证双方的航行安全就可以了。如果说美舰是在我们划设的训练禁航区外进行活动，并对我们进行侦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也不会做出一些这个强烈的反制措施我们一般就是对它保持反向的这个监视就同时呢，对我们飞行和这个航行的一些信息，包括电磁信号等等，进行必要的防护避免它探测到我们的一些核心的机密。那么，但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美国的军舰或者是飞机进入到了我们的禁航区对我们进行挑衅性的侦察，那么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辽宁舰在南海进行训练的时候美国的考彭斯号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禁航区内进行侦察。当时我们就派出了2栖登陆舰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处置我觉得基本上是遵循了对等反制这样的一个原则。
除了发展航母平台之外，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培养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日前就指出，海军新一批生长模式歼15飞行员完成航母昼歼着舰资质认证。那么，秦先生，为何说中国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走上快车道呢？因为这个生长模式它是不同于之前就是头几批的。舰载机飞行员的这种培养模式，世界各国舰载机起飞这个过程它很规范，基本上不会出大的问题。主要是在着舰，就是降落在母舰上的这个过程，啊，包括白天的着舰、夜晚的着舰，各种不同海浪啊，这个海况下的这种着舰。那么通过我们自己摸索这一道方法，我看到的报道就是说，它可以比之前的这个生成的模式，它可以速度更快啊，然后生成的这个舰载机飞行员的数量啊也很多。啊，成倍的增加，我觉得这个说明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很成熟的方法，这套方法是成熟的、有效的、管用的啊，而且培养出来的舰载机飞行员是合格的啊，这个体现了我们经过不断的摸索，我们的航母包括舰载机飞行员的培训已经走在了世界上的前列。